各位朋友，金灿荣教授刚刚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说中国的社会里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实在是让人担心呐。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呢，中国的军队基本上没有打过大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够在不打仗的情况下实现崛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外国人都赞叹，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意味着人类整体向前迈进了一步。学者张百家有一句名言：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这个视角特别好。像卡塔尔、卢森堡等国家，人均 GDP 很高，但因其国家体量过小，即便是自身有所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极为有限。中国则截然不同，我们的国家规模庞大，自身一旦发生改变，世界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人类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同样不可忽视。然而，中国长达40年没有经历战争，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泛和平主义的出现，说的严重些，就是患上了和平病。许多人将和平视为理所当然，认为中国就应该无条件地维持和平状态。金一南将军在其的著作《胜者思维》中提到，在2012年钓鱼岛和黄岩岛危机之前，有将军称中国已经没有对手，美国不是，日本不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最近又有人歪曲中央的对台政策，只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却忽略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一关键的内容。这些现象着实令人担忧，不仅让人想问，中国的和平主义是否过于浓重了呢？和平是繁荣与发展的基石，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因此呢，我们格外珍视和平，但和平并非他人的恩赐，而是依靠实力与顽强斗争争取而来的。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中美关系已经从过去的既合作又竞争转变为全面竞争，形势错综复杂。近年来，国内外的舆论都在警示，当今世界存在着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高喊和平，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就显得过于天真了。往严重里说，这是投降主义的表现。如果军队中存在这种思想，警惕性被麻痹了，那将十分危险，国家将遭受重大的损失。那些高喊和平的人或许本心不坏，他们自我感觉极为良好，认为自己理性、中立、客观，但实际上他们已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成了他人的工具。我注意到，眼下中国的舆论总体上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必须承认，过去40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积累的泛和平主义是一种严重的病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扭转。政府和民间都更应该严肃地对待这一病症，下大力气进行治理，否则一旦危机来临，病还没有治好，中国必将遭受重大的损失，人民也会陷于最大的灾难之中。世界是复杂的，人们并非生活在知识界的理论的想象里面，必须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依据理论框架来行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有过惨痛的教训，最典型的就是王明路线。王明将理论凌驾于现实之上，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创，中央红军的主力几乎损失殆尽，最终是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在最为危急的关头，为何是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呢？正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笔者曾多次前往湖南的岳麓书院，这里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发源地，每次看到实事求是这块匾额都深受教育。
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看，当今的世界形势相当的危险。目前西方在世界上仍占据较大的优势，其秉承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海盗文化更具影响力。世界实际上极为残酷，与西方所包装的普世价值截然不同。如果中国的精英真的是上当受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完全采纳和平主义，那将是对国家严重的不负责任，甚至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最近是日媒啊，先说前段时间不是日本的一个驱逐舰是吧，叫良月号，闯了中国的那个领海，闯进了20分钟吧。然后说中国方面呢，这个采取了这个应对措施啊，这个比较新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国方面是打了2炮。那么这个时候说出来啊，这个我想是不是跟那个抗战胜利有关？抗战80周年胜利日马上到了嘛，我们要举行大阅兵嘛，这个，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日媒啊，他通过把这个事情曝光，是吧？还是提醒这个中日关系还是挺紧张的。我觉得他的目的是告诫美国人啊，一方面你看中国正在搞就抗战胜利80年阅兵，一方面中国对那个日本呐、闯中国领海真是打炮了那个。日媒的提醒是不是就是告诫日本人，这个事情挺严峻的，不能开玩笑。这是我的理解啊。那么至于说去年那个日本良月号这个闯我们的领海吧，这个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了，对吧？日方的解释呢，就是说他没有开那个相关电子仪器啊，所以搞不清楚领海界限啊，所以后来回去他那个舰长给撤了嘛。但是我认为这个解释比较牵强啊。这个日本海军的素质应该是很好的，近代以来吧，日本海军应该讲它建设非常重视嘛，因为日本是海洋国家，它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所以它有很好的海军传统，再加上那个战后，虽然美国控制它，但是美国还是帮它的，美国是允许这个日本一部分海军力量存在的，尤其是那个反潜力量，是吧？所以从技术角度讲，说他失误是说不过去啊。我觉得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日本军方内部有一部分人想想试探我们的底线吧，看看我们的能力怎么样啊？他们知道这几年就主要是就是99年58炸馆之后，是吧？中国开始开动马力军事现代化。然后呢，他想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如果他觉得你这个军事现代化比较空啊，然后他就可能下面就有很多后续动作。我觉得他是定义是个有意的动作吧，肯定不是无意的啊。然后是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他的这种想法，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啊，挑衅中国啊。是不是大家最近也看到一个网上的视频，就是日本驻华大使叫垂秀夫吧，讲的这个话，说现在中国国力强盛啊，不要挑衅中国，等到中国国力衰败了啊，日本还要找机会跟中国决一死战，对吧？所以我理解去年日本驱逐舰良月号啊擅闯中国领海，应该是个有意的一个事件吧。至少它后面啊是一部分日本战略家，想试探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绩啊。那么，但因为中国反应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强硬，对吧？所以他这一派应该是回去以后啊受到了批评啊，所以这个舰长后来不就是被撤职了嘛，对吧？所以应该讲去年我们的反应是对的，是恰当的警告吧，对吧？对日本这种国家居威而不是怀德，你一味的忍让会让他得寸进尺的，必要的强硬反应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就是从过去中日关系历史来看啊，日本这个国家呀，还是要
这个加以防范的。就是在那个唐朝，圣德太子啊初步建立一个统一政府，他就开始侵略朝鲜。后来呢，是唐朝出兵把他打败了啊，有个地方叫白水江一战吧，把日军那个杀得很惨，然后就维持了好几百年的和平。等到明朝啊，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他又开始打人家朝鲜那么那个时候明朝也是及时出兵了，是吧？又把他打败了，又维持了几百年的和平。然后当然这个第3次就是日本那个明治维新成功了吧？然后有工业化的优势了，是吧？然后他又打人家朝鲜，对吧？然后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啊，所以对这个国家是得深刻的防范。就是他好像地理上就决定了，作为一个岛国，它不安全，他老想要控制大陆，那控制大陆这个逻辑好像必然要控制朝鲜半岛，然后再以朝鲜半岛为基础，是吧？来谋取这个中原，所以这是日本很特别的一个性格啊。所以任何中国战略家都要对日本这个特殊的这种历史传统啊要保持警惕。刚才其实我们已经点到了啊，就前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最近在日本媒体上公开讲嘛，中国现在是比较强盛啊，所以要回避跟中国摊牌。但是如果以后衰败了，是吧？日本还是寻求机会要跟中国决战嘛，对吧？这应该是很赤裸裸的一个内心表述了，对吧？至少不一定是全部啊，但至少一部分日本战略家那是深刻的把中国当对手的，然后把他的国运这个放在击败中国这样一个想法上面。所以呢，我们就是搞战略的人，我觉得都有必要我觉得是属于基本功吧，要对这种日本国内的这种战略思维保持警惕。就是说日本人看二战吧，跟我们理解不一样啊，因为日本觉得他的战争是分3个战场，一个叫太平洋战场，这是跟美国打，一个呢是中国战场，对吧？一个是东南亚战场。就是说中国战场呢，他承认他们是侵略，对吧？这个是他就是承认的，但是他认为中国没有打败我们。太平洋战场呢，他认为就是2个帝国主义战争，谈不上谁跟有道德啊，但是他是失败了，这个他承认的。那东南亚战场他挺逗啊，他觉得他是这个解放东南亚，是反殖民主义的战争。这是日本比较典型的对二战的看法。不像咱们国家，是吧？我们对中日战争认识就是抗日战争吧，对不对？他的理解要复杂的多。然后呢，他只承认在一个战场他是失败了，然后中国战场他说没有失败，所以确实他们有得到深刻的教训吧，所以内心对中国不。古人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妄战必危。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灾难太深重了，这就培育了我们的忧患意识，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但我们同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珍视和平的同时，不忘增强自身的实力，积极应对各种潜在的威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与老百姓的幸福安康。金灿荣教授说的太好了，妄战必危，解放军该亮剑的时候就要亮剑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